大家好，我们来聊一下肖战其他的新闻。第一个呢是肖战1周内传出2次异性绯闻，一个被官方批，另一个全是赞扬。第二个，肖战又空降街头，粉丝们呢惊呼肖战的脸太适合大屏幕放映了。第三个，肖战喜迎2大惊喜，海外媒体举动很暖心，黑子结束抵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新闻。为什么赵露思的出现让那么多不是肖战粉丝的吃瓜网友反感呢？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在赵姐的每一个热搜评论当中，至少是很少见到外界用头像定义粉丝身份的 ID 在骂赵露思空降的表白，或者是维护自己爱豆的粉丝被肖战的粉丝骂，更是少有。这件乌龙呢，就算是不太聪明的人也都知道，肖战在经历的这半年的网络事件中，他就是一个孤零零站在深渊的人。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有那么一群誓死不离的粉丝，再看能站出来力挺他捞他一把的人更是屈指可数。当然这不包含私下支持他的人，但是也要感谢那些没有趁机会出来踩一脚的人，动辄就惊动教育圈层，各种碰到和肖战相关联的事情后立马出来发布一个声明，比如美图、讯飞这些。正是这些不公平的遭遇，让肖战在整个娱乐圈被赤裸裸的看了一遍。粉丝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公平待遇，拿着双重标准来要求肖战的粉丝，但是对其他偶像的同类事件却是置若罔闻。这就是肖战路人盘稳固不崩的原因。回首看一下史上的哪一次改革不是因为不公平为导火索所导致的呢？就是这样，曾经合作过的赵露思突然闪现，不管是为了热度还是炒作，现在不去深究真相是什么，他的行为呢，无疑是趁火打劫。关键是个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他不翻车谁翻车？这欺负人欺负的实在有点过了。还有人说赵露思一折腾让肖战洗白了，洗白了什么呢？再看昨天突然出现的郑裕玲我好中意你的词条，为什么没上热搜呢？因为是正面的，安利肖战和作品的。还以为很多人会不认识这位老牌的艺人呢，没想到的是，很多网友根本不怕暴露自己的年龄，在评论区中就能够随口说到郑裕玲在圈内的小名，郑九姐、嘟嘟姐等等。这不仅是关注 TVB 那边的作品才能够做到的，更说明肖战的粉丝构成真的没那么低龄化。郑裕玲的成就上面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在 TVB 是事后级别的存在。和赵露思相同的是，都是表白，但是结局呢完全不一样。广东话的中意你和喜欢你一个意思，还是在广播电视台当着听众的面表白肖战。郑裕玲的夸奖不是空口硬夸，更不是蹭热度，人家都这成就了，还是63岁的高龄，搁得住蹭热度吗？他是基于在看过肖战的作品后，首先是觉得陈情令的作品拍得很好，先给大家安利，详细的讲到了里面的人物性格和剧情，说明是认真的看过这个剧的，然后再说到自己喜欢的人物角色、表演细节和水平。正是因为喜欢这个人物，还看了肖战其他作品，短片《马耳朵》和《斗罗大陆》的预告，确定演技没问题，才给大家安利了这个艺人。这个顺序不就是普通人的顺序吗？觉得演得好，再看看其他作品。从短短录制的10分钟左右的视频中听到的内容，这就是一位前辈对后辈的认可，还知道肖战正在经历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挺丢人的，为了那些难以启齿的利益，把无辜的艺人打压到社会性死亡，觉得还是挺可悲的。好在是大部分人三观是正的，肖战没有倒下，但是不代表那些痛苦是不存在的。有粉丝上传了一张截图，是万芳在参加鹅厂新闻的一个论坛活动中，谈到他前段时间和一位青年演员对谈，对方告诉他自己从业生涯中遭遇了很大的挫折。这位青年演员可不就是在7月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你好剧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活动上的事情吗？按照心理常识，就是一个人无法认同的事情，才会对别人讲出心里的忧虑和担忧。
肖战的经历是常人无法揣测的痛苦，这也是央视都看不过去要出来批蹭热度的人。 Q 来 Q 去走捷径，一个人前后加起来13个热搜，还都是高位，这才是真的占用公共资源。在发文后评论区里面直指赵露思，说真的他不冤。我们再说肖战空降街头的新闻。肖战呢，首先是沉寂8个月以来呢，仍然领跑内地榜，再获亚太最美面孔，实至名归走出风波的肖战，如一种王者的姿态归来。我们重新见到舞台上的他是那样的闪闪发光，仍然是熟悉温柔的他，只不过这份不变中又掺杂着一份成熟和更加挺拔的身影。即使8个月不曾营业的他，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各项数据榜单，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，甚至他的热度比以前更高。在这片喜爱的声音呢，藏的是大家守护他的心和守护自己三观。在他身上看到了优秀的为逐梦的青年人的缩影的模样。或许在别的明星身上不营业2-3个月都已经是极致了，都会走下坡路。然而在肖战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逆风翻盘，看到的是逆生长，看到的是8个月以来呢，是他仍然遥遥领先，一骑绝尘。在他归来后，很多明星内地榜都可以看到肖战位于榜首的位置。而在最近10月榜揭晓的时候，他也能够仍然领跑内地榜。这些数据代表的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一颗颗有温度的充满着爱和善意的守护。而且在最近发放出来的2020年亚太地区最美面孔榜单中，肖战也再一次获得榜首，成为冠军，这也是他第2次获得冠军。可以说，无论是肖战的外形还是他的人品，都会被大家认可。在这次的投票榜单中，只有50%是粉丝投出来的，而剩下的一半是基于海外路人以及观众对他的喜爱。而且肖战的五官也非常的立体，在硬朗中并不透露锋利，在柔和中又不会缺乏一丝的硬气，所以这样的完美气质和五官可以让他适应各种类型的风格。而在2020年明星权力榜人气榜中，他也再次获得了冠军，并且在内地男演员排行榜中同样获得 Top 1。 可以说肖战归来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是以一些新的姿态开启全新的旅程。就像他的3部待播剧，虽然都没有播出，但是预告片的播放量却达到了电视剧历史上的新高，创了新的纪录。他和杨紫合作的现代都市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单几分钟的预告片播放量就已经达到了2亿次。试问哪个演员可以达到这样的热度和受喜爱程度呢？肖战又空降街头。最近除了各种榜单的好消息之外呢，有粉丝发现肖战又再次空降泉州街头，在大屏幕上闪现了一个个饰演过的角色，每一部都唤起了我们深刻的回忆。这是开小灶在商场上放映出来的福利，所以很多粉丝在街头看到的时候都纷纷驻足拍照。有的粉丝表示，肖战的脸真的太适合放在大屏幕上看了。这也不是肖战第一次出现在大屏幕上，很多投屏我们之前也看到过，无论是唐装还是现代装，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他的盛世美颜，即使放大之后呢，也没有一些瑕疵。我们相信在未来肖战也会越来越好，他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迎风飞扬，做那只翱翔自由自在的雄鹰。好，我们再来聊一下海外媒体，也很暖心。2020年11月1日呢，品牌方真果粒、小鹿茶、Rose Only、诺氏分别发布宣传新品以及同款，肖战吸引市场的注意力。王牌部队剧组呢，自从被江苏广电局领导亲临之后呢，寄予了厚望。拍摄时呢，演员们更认真，力求打造精品。时代军旅剧，饭圈的毒瘤已被清除，网络环境现在变好。风雨过后的天空呢，有点明亮，意料之中。闹剧呢，也向收尾走去。随着10月27号新剧《斗罗大陆》的预告片宣传上热搜，同样的话题衍生了好几个。
这些人呢停下了谩骂。确实，这个预告很燃，海外的粉丝团、多国的小飞侠在线夸赞吸粉实力强，肖战作品呢又凭借质量走出国门。秋风飘落，晚霞沉醉，时光镜头里，他恍惚还是刚入娱乐圈的大男孩。但28岁已过，我们明白年少追梦到晋升内地顶流已经4个年头。4年间，从默默无闻、不动声色到成长为海内外皆知的人气小男孩，用了差不多一个青春。24岁到29岁，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几年，他用来追梦。过去，肖战仅仅是重庆某所大学的风云人物，学生时代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，比如设计公益海报、做设计稿，抱着平淡过一生的态度结婚生子，在庸俗中进入中年。只因一个诚恳的邀请，他进入了选秀，开始努力练习舞蹈，培养韧性，接触唱歌和演绎，提升修养，改变心理素质，学会承担。生不逢时，与爱同行。当磨难降临少年头上，他不卑不亢地扛下了所有罪责。人间的风，岁月的风，淅淅沥沥地下着。诚然，成名路上，肖战对应的职场战役，娱乐人生是我们普通人想象不到的。自律严谨，懂得修身养性，在陶冶情操的世界里改善心境，终会有好报。差不多看了半年的精彩大戏，执黑抵制者纷纷散场，事态越来越正面化，人生的答案越来越清晰。那些拿钱做事的小孩子一一离去，被粉丝牵制的偶像，肖战成了内娱第一位不说话、不发声就能刷遍热搜的人物。曾不喜欢耍明星套路，不愿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，如今他吸粉无数。一个小小的号召公益，我们看到韩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国粉丝也加入了公益活动。粉丝经济盛行下，考验艺人商业价值就是购买力。即使被黑半年，代言8大品牌依旧鼎盛。好，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